多人 Sync 3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常常会你可能一启动，结果就跳到英文版，不然就是会突然说导航故障。但是据了解，回原厂稍微更新一下就好了。如果我们要分 Sync 2.5、Sync 3以及 Sync 4的差异的话 ，Sync 2.5就是最 basic， 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只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。那 Sync 3的话就是有原厂导航，设成25度。好，给大家看25度，25度，25度，25度。国外的 Sync 4已经有 4Pass 的这个系统。那所谓的 4Pass 其实就像是你可以把它想成联网的系统，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下载一个 4Pass 的 APP， 了解到你现在车子的状况，比如说你现在车子还有多少的油，定位在哪里的，胎压多少。那为什么台湾福特没有呢？其实可想而知。澎湖的朋友，你们可能没有，有没有住澎湖的朋友也是开 MK 4.5的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导航图资吗？因为这里看起来它只局限在这一块而已，然后南部屏东这里是不是感觉也没有啊 ？No God, please no, no. 是否遇到爱车突然没电发不动，又或者是旅程途中轮胎突然没气？放心，只要有这台，就能让你省下不必要的花费哦。壳牌421汽车急救电源打气机，拥有100年机油大厂的背书，使用上更加安心，甚至还能当1万毫安的行充来使用哦。哦，对了，在外露营也是个好帮手，内建 LED 照明功能，必须说这真的超热卖、超好用的。车友优惠详见下方资讯栏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。诚如各位标题所见Focus MK4跟 Focus MK 4.5所搭载的萤幕 Sync 3以及 Sync 4究竟差多少？脖子现在还没换 Sync 4啦，好，现在是 Sync 3的情况下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究竟 Sync 3有哪些功能。首先是主画面，主画面的 UI 设计就是地图，然后这个是音乐，然后这个是电话。那当然你可以连蓝牙，连完蓝牙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接电话。地图啊，我知道很多人 Sync 3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常常会你可能一启动，结果就跳到英文版，不然就是会突然说导航故障。但是据了解，回原厂稍微更新一下就好了。在导航图这部分，我印象是可以去升级的。然后这个是地图版本 TW217，我印象啦，像我脖子这个都还没有遇过什么跳英文版啊，或者是什么导航故障啦哈。这个版本我认为是最好的，可是缺点是什么？它好像似乎是2018年的图资，就比较旧一点啦。那你说可以更新吗？我尝试的更新，可是好像也没办法更新，好像是要插 USB 才能。那我们先看2018年的图资，虽然有点旧啦，其实基本的功能都有，包含你要搜寻什么都有，可是就是要用按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当然有指北指南针、道路回避，它其实可以避开你，比如说收费路段等等，警报偏好，还有测速照相这个缺点就是什么？前方500公尺有测速照相，请小心驾驶，您已超速。它可能会一直说，遇到这个情况你就直接把声音按到最低，当他讲的时候你就把它调到最低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其实导航的功能我觉得算很基本啦，然后再来是空调，这个是刷隐藏才会有的。那它其实所有的功能都是整合于下面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完全一模一样。那比如说当我开 AC， 那你看下面 AC 就同步的。好，然后电话部分这个不外乎就是你可以接你的手机，然后导航应用程式，我们来看一下搜寻应用程式。这个我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啦。设定基本上功能就是最主要以导航为主了。如果我们要分 Sync 2.5、Sync 3以及 Sync 4的差异的话，Sync 2.5就是最 basic， 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只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。那 Sync 3的话就是有原厂导航，当你没有带手机，或者是不习惯用 Apple CarPlay 的时候，你可以透过原厂的导航去到你要的位置。基本上路段不会差太多啦，只差在商店你可能找不到。是隔了应该有1个月多了。好啦，给各位看一下脖子的 Sync 4用到现在其实满满的心得。那继上一次的 Sync 3换到 Sync 4之后，我简单用一句话来统整一下，那就是回不去了，真的回不去了。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，究竟换 Sync 4值不值得，以及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主画面，其实不难发现，它整体的视觉感和 Sync 3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那当然，整体的 UI 设计上其实变得简洁甚至利落，当然我觉得也比较好看一点。白天或夜晚夜晚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的类似这种深蓝色。那我觉得颜色上它其实带一点渐层感，有没有？我们从设定来说，电话清单、导航、音效就是您调那些音质的部分了车辆部分其实蛮多功能的，像是后座乘客警示之后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车友忘记自己的小朋友在后座，然后就锁门了这个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后座乘客警示，然后My Key 遥控启动设定这个其实是当时阿彪他
帮我改的哦，也就是那个钥匙可以遥控启动，那多了一个这个功能，那你可以去调说，你要不要先开冷气，或者是你不开冷气也 OK， 车窗、雨刷。照明等等啦。那接着我们往后看，时钟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啦，就是你要24小时制还是12小时制？一般这里就是语文啦，然后这个测量单位胎压，像有的同学说，胎压我怎么跑掉了啊？你可以这里去选。其实跟 Sync 3蛮像的，但是我觉得最有感就是整个萤幕变大，整个 UI 设计都改变了。软体更新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更新的啦，因为根本也没有什么新版。福特服务这里，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在语音控制的按键这个按键上，它做了蛮多的升级，直接帮你列出来了。行动应用程式，你可以怎么说？我要启动什么东西，退出什么东西，寻找什么东西。然后到了空调的部分呢，你可以说，设定温度几度？那我们试一次，设成25度。好，给大家看，25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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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 Sync 3改 Sync 4的好处是有多这个按键，然后再的话就是电话，这个也不用说，收音机 FM 多少嘛，紧急救援这用不到。缺点就是国外的 Sync 4已经有 4Pass 的这个系统，那所谓的 4Pass 其实就像是你可以把它想成联网的系统，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下载一个 4Pass 的 APP， 了解到你现在车子的状况，比如说你现在车子还有多少的油，你现在车子定位在哪里，你现在车子的胎压多少。那为什么台湾福特没有呢？其实可想而知，福特6合没有特别把这个系统引进。那当然第一个绝对是成本的问题，这需要很大的成本。第二个，当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联网系统，你的主机势必要有网络的功能，才可以和你的手机连线。那想必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会反映在车价呢？那车价已经是这样子了，如果再高，消费者会不会有意愿买呢？其实是很多课题可以探讨的。但是就这个 Sync 4系统，坦白讲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那唯一缺点就是 4Pass 没办法开放。那接着我们到功能部分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哦。驾驶模式的部分，它有这个动画啦。那一般来说就标准节能跟运动。那为什么脖子为什么你有防滑？那因为是刷隐藏的关系。然后防滑模式、简陋路面模式但其实最常用的就是标准节能运动啦。后面3个其实真的比较少用一点。驾驶的辅助就是什么 ACC 那些的啦，这个还好，好吧，这个就大家有空可以玩一玩。车主手册，我觉得这个要特别讲，还不错啦。就是想必大家交车后，其实根本也不会去翻车主手册。那比如说，我们来找一下，来引擎好了，我随便打引擎，好，搜寻。它就告诉你，你的车主手册里有关引擎的东西是什么。最后这个应用程式的部分，那就是 CarPlay Android Auto。好了，我们连上 CarPlay 了，我们先来点 CarPlay 给大家看。它其实界面是这样子，那它也可以满版在这里，它就延伸过去了。没有满版的 CarPlay 是这种感觉。那很多车友会反映说，为什么我的 CarPlay 这个 Google 只剩一半？其实是这个 Sync 4系统的一个 bug 啦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其实你就是把你手机 Google Map 划掉，再重开始就好了。好，那这是 CarPlay 部分。当你用半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 Sync 4系统它有一个特色是，它不管怎么样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视窗。那这小小视窗它有3个界面可以选导航。那它导航原则上就是原厂的导航，电话。这次导航其实升级幅度我觉得是最有感的。第一个，你不难发现很有立体感，然后我觉得顺畅度也好一点，图资确实有更新。然后你可以去调方位或者是满版、旋转角度。我们点台北101好了，有没有？信义路5段7号。好，它也可以打电话，也可以设成我的最爱。导航好，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怎么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这样走，再这样走。图资上其实是有比 Sync 3还要再新啦。系统资讯版本是 1.66.51 软体版本、导航版本，不晓得跟各位的不一样。卫星状态这个是蛮特别的啦，就是告诉你现在你现在海拔位于42，交通路况这个是有路况的，那不外乎应该就是 Garmin 那边所提供的路况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交通状况导航，复杂的路口回避这个导航它最远是到哪里？所以事实证明什么呢？澎湖的朋友，你们可能没有有没有住澎湖的朋友也是开 MK 4.5的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导航图资吗？因为这里看起来它只局限在
好，这一块而已。然后南部屏东这里是不是感觉也没有啊？那我觉得你看整体顺畅度有比 Sync 3好啦。这个是导航部分啊，那这大概是 Sync 4的部分。那其实统整来说啊，你说脖子改 Sync 4究竟有什么好处？我觉得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萤幕变大了，你真的回不去了。好，那当然也跟各位分享，这个是手机架部分。那厂商也针对这个大萤幕12.3寸大萤幕做了一个手机架啊，这个是没有充电的。那当然也有另一款是有充电的，这个是纯手机架部分，也是专车开模的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整片的，有没有？这样整片的有没有？这样刚好卡起来刚刚好。第二个部分就是 UI 界面的设计上，我自己认为是比 Sync 3还要喜欢的哦，整个是真的蛮好看的啦。然后第三个部分呢，当然我要说的是功能上，确实有比较丰富一点。那当然第四个优点，我觉得就是导航部分很有感，导航的资讯也比较丰富，那当然也感觉比较准确一点啦，相较这个 Sync 3来说。那最后就是呢，你在用 CarPlay 也好 ，Android Auto， 甚至是 Apple Pie 哦等等的安卓界面的话，其实整体的看影片啊那种感觉，或是看地图的感觉，其实是还不错的哦。所以我觉得用下来是真的很满意啊。那我觉得也蛮推荐大家使用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 Sync 3跟 Sync 4的小小介绍。因为继上一次拍了之后啊，有不少车友问 Sync 4真的有比较好吗？那刚好就做一个对比啦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接下来改款的酷卡也即将用这套系统 Sync 4系统，那也预估哦，大约在冬季啊，不外乎我觉得应该跟 Focus 4.5是差不多的啦。好了，以上跟各位分享，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后，支援 HDMI，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 Netflix 等。新色调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，支援双屏易显功能，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友优惠价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哦对了，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。